大家好，我是吴恒。今天我想谈论的是推翻罗素韦德案对于人权的影响。罗素韦德案本身是一个叫做罗的女士，在1966年，因为意外怀上第三胎，但经济也负担不起，因此想要堕胎。但当时德州的法律不允许堕胎，而地下堕胎诊所也被查封。因此，在两位人权律师的协助下，起诉德州达拉斯司法长官亨利·韦德，控告德州堕胎的法律违宪。在1973年获得最高法院以7-2的比数成功，然后以隐私权和正当程序为由，保障了妇女在怀孕24周以前自由堕胎的权利。但在前几天6月24号，罗素韦德案又再次对大法官推翻，因此堕胎从此并不属于宪法权利。这导致呢，美国将会有一半的州实施反堕胎法案，而且堕胎的限制很可能以德州心跳一样，只有6州，甚至完全就全部禁止。美国的政治比较复杂，我们来看看这一张去年的图，这个是去年对堕胎限制的图，可以看到欧洲的主流是允许前3个月也是12周自由堕胎从此之后就不行美国多数呢是允许6个月前24周前都自由堕胎，只有德州是红色代表只有6周以前可以。那6周是什么意思6周的意思就是女生发现那个经期不对然后去验孕，然后证实就怀孕了，差不多就是6周所以6周基本上就是不能堕的意思。那么这个就是德州的心跳法案。那心跳的意思呢，就是那个胚胎在第6周的时候会有心跳，所以叫做心跳法案。但在今年罗素韦德案被推翻之后，战况就不一样。原本只有德州，但现在的话，美国至少会有至少一半的州，这是整个中部、西部还有南部那种红色的州，基本上都会变成堕胎禁止堕胎也就是灰色的部分。而禁止堕胎的理由是胚胎也是生命，不容堕落。那这有什么问题呢？第一件事情是，胚胎这生命的事情是在科学上完全站不住脚，只有出生之后才算是生命，这个说法完全还没有任何争议。但在出生之前，任意阶段被称作是生命科学界都有争论。大体上来说，从受精到出生可以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受精，圣经上认为精卵结合这是 zygote 就是生命。但事实上，精卵结合不过是有双号染色体的细胞。那如果一个有双号染色体的细胞就算是生命，那我们全身上下不就到处都是生命？我们这样刮刮皮肤我们就是杀掉生命。所以这个显然不合理第二个阶段就是原厂胚形成这个叫 gastrulation 在这个阶段的胚胎叫 embryo 会丧失形成变成双胞胎或是多胞胎的能力也就是说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呢，那个这胎是几胞胎就确定了。不过早期的胚胎终究还是受精卵的一个初级的分裂是不是生命争议还是很大。第3阶段是24到27周这个时候胎儿这个叫 fetus 出现脑波那这个是脑波是判断生命出现的一个征兆。那其中呢24周正是罗素韦德案里面保障的自由堕胎的一个期限。在24周后呢，胎儿可以站在医疗条件下的母体外存活因此罗素韦德案就以24周这个界限来定义生命。不过呢，早产儿向来就是体弱多病最近在一个权威的医学期刊的《新英格兰杂志》上面指出在22周以前的那个出生的婴儿呢，通常都有终身残疾或者是健康问题22周跟24周其实相距是非常接近。那因此就目前的科学证据来看，在24周左右这个阶段的胎儿，
是否就能算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呢？这好像也是一个问号，无法确定。好，因此啊，就只有出生的那一刻，我们才能在科学上面确定它是生命。而另一方面，也因为科学观察胚胎都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生命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确实啊，也无法说从何时开始算起它就是生命。所以呢，最后就是两手一摊说，这个是不是生命这个问题啊，是政治还有宗教问题，它跟科学不是科学问题，因为我们科学就没有公式。那因此呢，科学胚胎就是胚胎是生命的这个说法，在科学上面是站不住脚的。这个是胚胎生命说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怎么看待自然流产这件事情？我们知道，这个是自然流产里面一半的成因呢，都是因为胎儿的染色体异常，结果被母体辨识到，直接死胎。那这个时间大概是12周以前。那在大自然的法则里面，母亲本来就会去选择正常胎儿，才剩下一些不正常的就直接流掉。但这个机制会有疏漏，有些胎儿可以逃过这个生死检查，但就是胎儿出生之后呢，往往就极度异常，有的是罕见疾病撑2-3年还是夭折，也有的是就是中重度自闭或唐氏症那样的带给家长终身的一个困扰。我自己过去因为兴趣去修特殊教育系的一个精神医学研究的课，专门介绍小孩的各种疑难杂症就是很难搞的。那就有碰到一个中度自闭儿的家长，他做的报告是研究如何用 VR 和元宇宙去帮助他的小孩因为他的小孩严重到没有办法接收外界的信息讲白一点就是你怎么讲他都不会听自然也不可能教只能让小孩去自己去摸索发现新事物。那我永远记得他在上台报告的时候，他的一个眼神，那是一个彻底绝望的眼神，就是因为他已经知道这个自己这一生大概是完了，那他只是想办法在垂直挣扎，看有没有奇迹可以发生。我们都觉得小孩是国家未来主人翁，但很抱歉，这仅限于正常的小孩。对于不正常的小孩来说，他们一辈子都看不到明天的太阳。那家长也将一辈子活在绝望之中。那我讲的正常小孩，就是那一种真的现在完全没有任何手段可以去帮助的那一种小孩。那这样的处境有没有解法？有，那就是胎儿早期的基因检测。那早期的基因检测可以过滤掉大量这种罕病还有不治之症，结果如果不好的话，那你可以选择就是说就当死掉再怀一次孕。那如果今天很强硬的将这种重大缺陷的小孩生下来，你除了痛苦一辈子之外，你也不可能会有其他后代就是你的 DNA 就从此被达尔文消失掉。那但如果流掉之后呢，也许可以再生好几个。人生也得以幸福美满。这个就是堕胎在演化学上的意义它可以帮助母亲创造更有利的繁衍后代的一个条件。但现在反堕胎实施，全美将有大量这种禁止拿掉基因不正常的胎儿剥夺了这些母亲拥有正常家庭还有幸福的权利你说万一自己不行社会可不可以总帮助总可以的吧对不起。这些反堕胎的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右派小政府，他们删减大量的社会福利预算，因为不想要缴那么多税。那因此绝对不可能去帮助这些染色体异常的一个胎儿。说白了就是，我知道你们家里小孩有问题养不起，但是你不准多至于生下来怎么养，添加医疗费要怎么付，你家的事我不管。那这个就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贫穷与性暴力我们举知名的主持人 Oprah 为例。 Oprah 在她小时候出身贫穷，那常常受到性虐待。她在14岁的时候意外怀孕，不过她的小孩死产，所以 Oprah 后来透过自身的努力，19岁开始广播生涯。那现在呢，就成为了全世界最优秀的演艺名人之一。但我们来设想一个问题，如果 Oprah 的小孩当年并没有死去，而是活下来需要 Oprah 的照顾，那 Oprah 有可能成功吗？我想很可能没有办法，他可能一辈子就被贫穷给绑死。会选择堕胎从来都不是基于正常的情况，你一定是
在无奈之下选择，你才会选择堕胎。那你可能是什么呢？未成年怀孕，也可能是受到性暴力意外怀孕嘛。那也可能男性违背你的意愿不做安全措施从事性行为，或者是事后不理，那都有可能。那堕胎对于底层的女性而言是一个止损翻身的管道。那但现在的小孩，在现在的社会小孩的照顾很大程度还是落在女性的头上如果女性也没有一个堕胎的这个权利，那么就会有陷入贫穷循环的一个危机，就是一辈子都翻不了身。那么另外在乡下还会有遭受性剥削的问题。如果在治安不好的乡下，那男性要追求女性的话，也可以直接选择联络几个人，然后去绑架女性，然后强制怀孕因为怀孕之后还不可以堕胎，那出于生活压力或者是社会的观感，女性可能就会被迫同意跟男性结婚或交往在过去的意大利其实就屡次爆发过类似的事件反堕胎呢，会让女性丧失一条应对贫穷还有性暴力的自救管道因此在底层的女性，这个影响会极其负面并且深远。而主张反堕胎的人呢，也不可能会对这些人伸出援手。总结来说，反堕胎有3大问题：第一是在科学上站不住脚；第二是违反母体筛选基因的大自然法则；第三是让女性暴露在贫穷和性暴力的胁迫而不能自救。反堕胎表面上拯救生命，但事实上灾难极其深远，会让大量的女性堕入贫穷循环，加速自然恶化，最终摧毁更多的生命。